癌症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医学最大的敌人之一，从古至今，多少病患和医生奋力抗癌，却仍不断听闻癌症复发、转移的消息。明明手术开刀把肿瘤切除了，过不了多久却死灰复燃；明明化疗、放疗下去肿瘤缩小了，可停止治疗后又卷土重来。到底为什么癌症那么难以治愈？治愈在这里指的可不是暂时控制，而是要彻底根除，不再复发。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癌细胞就像打不死的小强般顽强，一再逃过我们的围剿。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探讨癌症如此难缠的原因，以及最新最出人意料的科学发现，利用我们身上的赘肉来把癌细胞活活饿死。听起来不可思议吧？别急，让我们一步步拆解这个故事。癌症之所以难治，首先在于它其实不是外来入侵者，而是我们自身细胞的叛变。正常细胞因为基因突变变成癌细胞，开始不受控制的疯狂增殖，如同体内出现一群叛军。由于敌人本质上是自家人，免疫系统常常认不出他们的真面目，无法及时消灭。而当我们使用药物或治疗手段攻击癌细胞时，正常细胞往往也会一同受到伤害。这就好比在自己国土上作战，难免波及无辜。要在不伤害健康组织的前提下消灭所有癌细胞，难度可想而知。更麻烦的是，癌细胞并非千篇一律，世上有超过100种不同类型的癌症，每一种都有不同的特性与弱点。即使同一种癌症，在不同患者身上表现也不尽相同。有的生长迅速，有的潜伏多年，有的对某种药物敏感，有的天生抗药。打一个比方，对抗癌症就像在和一支千变万化的敌军作战，对方不仅兵种繁多，还会不断变身。你刚研发出一种武器对付它，它马上进化出抗性来抵挡。高突变率与快速进化是癌细胞另一个可怕之处。癌细胞在分裂时，基因容易出错，产生各种突变。这些突变让肿瘤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分身，形成所谓的抑制性。有些突变或许让癌细胞对某化疗药不再敏感，或使其躲避免疫系统攻击。一轮治疗下来，绝大多数癌细胞被杀死，但往往总有那么一小撮带有抗性突变的癌细胞幸存，就像是割草一样，表面上全割平了，可地下还埋着根，只要留下几株漏网之鱼，它们就能迅速卷土重来。这也是为什么癌症患者即使治疗后达到缓解，看不见肿瘤了，仍需定期追踪检查，因为可能隐藏着没死干净的细胞，要100%斩草除根，难于登天。癌细胞还特别会躲猫猫。最近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惊人的现象，癌细胞在遭遇威胁时，竟然可以进入类似冬眠的休眠状态。当化疗药物铺天盖地杀来，肿瘤里的癌细胞会同步放慢分裂，降低代谢，几乎不再进食，就像冬眠的熊一样偷偷熬过艰难时刻。由于处于低耗能模式，这些癌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度大减，反而可以苟延残喘存活下来。等到疗程结束，风头过去，他们又醒过来继续疯狂生长，导致肿瘤复发。更让人头痛的是，研究发现几乎肿瘤里所有癌细胞都具备这种休眠求生的本领，而不只是少数突变株。换言之，整个肿瘤能像一只集体冬眠的动物那样暂时停摆，躲过治疗打击。这种狡猾的装死策略使得传统疗法往往鞭长莫及。癌细胞躲进冬眠状态时，会启动一种叫自噬作用的机制来维生。简单说，自噬就像细胞在吃自己，把自身的蛋白质组件回收当养分，以度过没有外界食物供应的难关。冬眠的小熊靠储备的脂肪过冬，冬眠的癌细胞则靠自噬撑过化疗的寒冬。了解到这一点，科学家们也非束手无策，他们正尝试用药物阻断癌细胞的自噬作用。想象一下，在化疗同时让癌细胞既挨饿又无法自救，就像堵死了冬眠熊洞的粮食来源，最终可能把它们彻底消灭。目前已有初步实验证实，结合自噬抑制剂能让更多癌细胞在治疗中死透，减少日后复发的几率。这种研究带来一丝希望，但仍在探索阶段。除了冬眠，癌细胞还会四处转移，攻城略地。一旦癌细胞从原发肿瘤逃脱，透过血液或淋巴流窜到身体其他地方落地生根，就形成转移灶。这就像敌军分散化游击，一处打不过，还可以在别处东山再起。转移性的癌症更难根治，
因为我们很难追踪体内每一个角落的微小肿瘤。有时手术切除了原发肿瘤，但体内早有看不见的转移者存在，日后在远端器官长出新的恶性肿瘤，让人防不胜防。总而言之，癌症难缠之处在于它是内奸，自身细胞变坏，不易识别，它会进化，突变多样，迅速产生抗药性，它会潜伏、休眠自保，疗程后复苏，它会扩散、转移游击，各个击破。要对付这样一个变色龙般的对手，治疗策略稍有疏漏，就可能功亏一篑。难怪迄今为止，癌症特效药依然是医学界的圣杯，无数科学家前赴后继，为之努力，却步履维艰。既然癌细胞如此狡诈，人类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过去几十年，被称作与癌症的战争，我们投入了无数资源研发各种疗法，希望将癌魔消灭于无形。每一种疗法刚出场时往往战果辉煌，但最终又常常被癌症找到破解之道。让我们来看看这场人类 vs 癌症的大博弈中，双方是如何你来我往，招招过招的。第一招，外科手术，这是历史最悠久的抗癌手段，可以说是直截了当的斩首行动。早在几百年前，医生就尝试用手术刀将肿瘤切除，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对于早期局部的肿瘤，手术往往非常有效，切掉肿瘤就等于清除了病灶。然而正如前文所说，手术也有盲点，如果哪怕一个癌细胞已经偷偷扩散到其他地方，手术切除原发肿瘤也无法防止未来的复发转移。而有些癌症发现时已是晚期，多个器官都有病灶，根本无法一刀切除干净。手术这一招对付早期癌症是利器，但在癌症全面开花时就捉襟见肘了。第二招，放疗与化疗。20世纪开始，人类祭出了更猛的武器。首先是放射治疗，利用高能射线直接轰炸肿瘤，把癌细胞烧杀殆尽。接着是化学治疗，发现某些化学药物，例如二战时意外发现的氮介气毒副产物，可以干扰细胞分裂，于是用来杀灭增殖迅速的癌细胞。这两大招一出，让无数患者的肿瘤明显缩小甚至消失，一度令人们以为找到了治愈癌症的希望。然而癌症很快展现了适者生存的本领，放疗、化疗虽猛，却无法选择性只杀癌细胞，也伤及大量正常细胞，导致严重副作用。更糟的是，总有少部分癌细胞天生或后天获得了抗药性，撑过疗程活了下来。幸存的癌细胞往往具备更强的抗打击能力。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繁衍后代让肿瘤卷土重来时，比以前更难对付。于是我们看到很多病患在经历多轮化疗后，癌细胞变得百毒不侵，治疗效果越来越差。第三招，标靶药物。进入21世纪，医学家们研发出所谓魔术子弹，也就是针对癌细胞特殊弱点的标靶治疗。例如，某些肺癌细胞带有特定基因突变，科学家设计出专门抑制该突变蛋白的药物，一击命中，让肿瘤缩小甚至消失。标靶疗法一出台，确实创造了不少奇迹病例，副作用也比传统化疗小。然而，癌细胞的狡猾再次显现，突变带来的抗药性往往在用药数月后出现。肿瘤里原本对药物敏感的细胞被消灭了，但可能有极个别细胞获得了新突变，不再受药物影响，于是开始疯狂繁殖。结果是患者病情又开始恶化，只得更换下一代药物。如果说标靶药是精准导弹，癌细胞则学会了快速更换防空密码，导弹打一次有效，第二次就被拦截下来。对许多晚期癌症而言，标靶治疗只能延长寿命，却很难彻底根除肿瘤。第四招，免疫疗法。既然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是对付外敌的王牌，科学家们想，能否动员免疫细胞来识别并歼灭癌细胞？于是，癌症免疫疗法应运而生。其中近年最轰动的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简单说，就是解除癌细胞对免疫系统设下的刹车，让免疫 T 细胞恢复战斗力去攻击肿瘤。这类药物让部分末期患者出现惊人的疗效，甚至肿瘤完全消失，被称为抗癌奇迹。还有一类 CAR-T 细胞疗法，直接抽取病人体内的免疫细胞，在实验室改造后再输回体内，让他们带着导航直奔癌细胞而去杀敌。
然而，免疫疗法也不是万能。一来，并非所有癌症都适用，许多肿瘤有办法躲过免疫系统的侦测，或者对此疗法没有反应。二来，免疫攻击过头时可能伤害正常组织，引发危险的副作用。尽管如此，免疫疗法的出现仍为抗癌战争揭开了新篇章，让我们看到体内自卫队扭转战局的潜力。第5招，断粮围城。除了上述正面硬刚的策略，其实还有另一条思路，饿死癌细胞。毕竟癌细胞疯狂生长，特别能吃，它们需要大量能量和营养供应。如果能切断肿瘤的补给线，是否就能把它困死？这种围城打援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肿瘤研究中，科学家就发现癌细胞偏爱糖分，并大量摄取葡萄糖供能。这也是癌症检查时 PET 正子扫描利用的原理，给病人体内注射带放射标记的葡萄糖类似物，肿瘤会暴饮暴食吸收很多，因此在扫描片上亮起来癌细胞视糖如命的现象，让人联想到，既然如此，我们不给它糖吃行不行？不少人听说过所谓生酮饮食抗癌或严格戒糖来饿死肿瘤的说法，然而现实非常复杂，人体正常细胞也需要葡萄糖，而且癌细胞并非只有一种粮食。如果你刻意长期挨饿不吃碳水化合物，先饿扁的可能是你自己体重骤降，肌肉流失，免疫力下降，整体状态变差，反而可能便宜了癌细胞。有些癌细胞还很狡诈，断了糖就改吃其他养分，像谷氨、酰胺、脂肪酸等，照样活下去。可见，单纯靠饿肚子并不是癌症患者的可行治疗，反而风险重重。话虽如此，断粮战术在科学上并非全然没有根据。事实上，医学界也研发过抗血管新生药物，目的就是切断肿瘤的血液供应，让癌细胞因缺乏氧气和营养而无法壮大。这类药物比如著名的贝伐单抗，可以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在某些癌症中能延缓肿瘤生长。然而肿瘤有时会另辟蹊径，绕过路线重新生成血管，或者干脆休眠等待时机再起。因此，围困断粮一样不是一劳永逸的妙计。既然直接让病人挨饿不切实际，直接让肿瘤缺血也效果有限，那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让癌细胞挨饿？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更聪明的釜底抽薪策略。就在最近，出现了一项让人眼睛一亮的新发现，我们或许可以利用身体里最不起眼的东西脂肪，来达成精准饿死癌细胞的目的。这听起来仿佛把以往嫌弃的肥肉变成救命武器，究竟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揭开这个创新疗法的真面目。别再嫌弃你的赘肉了。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我们身上多余的脂肪细胞竟可能成为对抗癌症的重要底牌。2025年初，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的科学家在《自然生物技术》期刊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研究。他们成功将人体白色脂肪细胞改造成一种贪吃的细胞，能在肿瘤附近疯狂抢夺养分，从而活活饿死周围的癌细胞。我们先来科普一下脂肪细胞的小知识。人类脂肪细胞主要分成3种：白色脂肪细胞、棕色脂肪细胞和介于两者之间的米色脂肪细胞。白色脂肪细胞就是平常囤积能量的脂肪，俗称赘肉，肚子上捏一把那团软软的就是它。它的作用是存储多余热量，以备不时之需。相反地，棕色脂肪细胞专门燃烧热量产生热能，在新生儿和冬眠动物身上很多，用来维持体温。棕色脂肪之所以呈棕色，是因为含有大量粒线体，细胞的发电厂燃烧葡萄糖和脂肪酸，产热同时把能量耗掉，不让身体囤积。至于米色脂肪细胞，其实是由白脂肪转化而来的一种特殊状态，功能上也能燃烧热量，但不像棕脂肪那么持久。一般人在长期寒冷刺激下，白脂肪有机会部分变色成米色脂肪，帮助多耗能量御寒。明白了以上区别，再看这次研究就容易理解了。UCSF 的科学家团队灵机一动，能不能把人体的白色脂肪细胞改造成类似棕色米色脂肪那样的燃烧模式，让它变成一个狂吃不胖的能量掠夺者。如此一来，若把这种改造后的脂肪细胞放到肿瘤附近，不就等于安插了一个超级大胃王在癌细胞身边，把所有营养都抢走，癌细胞找不到食物，自然就会慢慢饿死。这个创意听起来大胆又有趣，
而科学家们还真的把它变成了现实。研究团队从实验鼠身上提取了白色脂肪细胞，运用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 来改造这些细胞的基因开关。他们锁定了一个叫做 UCP1 的关键基因。UCP1 在普通白脂肪细胞里是休眠的，但在棕色脂肪细胞中非常活跃，正是它驱动了脂肪燃烧产热的功能。科学家透过基因编辑启动白脂肪细胞内的 UCP1， 相当于把储能模式切换成了燃烧模式。结果，白色脂肪细胞被顺利改造成了最饥饿状态的米色脂肪细胞。它们不再老是存脂肪，而是像恶鬼投胎一样贪婪地燃烧葡萄糖和其他养分来制造热量。一旦有多余能量，它们就抢先吃掉，丝毫不囤积。接下来，科学家把这些经过特殊改造的饥饿脂肪细胞安插到癌细胞附近，观察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先在培养皿中做实验，培养皿底层是癌细胞，上层隔着一层膜，放置改造后的米色脂肪细胞。虽然中间有隔膜，两种细胞并不直接接触，但培养液中的营养是共享的，这就模拟了肿瘤和脂肪细胞在体内争夺营养的场景。实验结果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癌细胞几乎全军覆没，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因为脂肪细胞把养分抢光了，癌细胞根本吃不饱，纷纷挨饿而亡。起初，研究团队还以为是不是自己哪里搞错了，效果好的难以置信，搞得他们怀疑实验出现误差，于是反复重复试验，每次都是同样的惊人结果，这才确信改造脂肪细胞真的有能力饿死癌细胞。这个灵感其实部分来自一个偶然的观察。先前有科学报告指出，在寒冷环境下，小鼠体内的肿瘤生长会受到抑制，甚至有一项临床实验发现，让非核结金氏淋巴瘤患者处于低温中，肿瘤增长也放缓了。科学家推测，寒冷之所以有助抑制癌细胞，正是因为冷刺激活化了棕色脂肪，让棕脂肪细胞大量抢耗营养去产热，使肿瘤处于缺粮状态。然而，让癌症病人长时间挨冻显然不现实，许多晚期患者身体虚弱，低温疗法既痛苦又危险，于是研究人员才想到，能否不靠低温也达到同样效果？这就需要一种即使在正常体温下也持续燃烧能量的细胞。棕脂肪一般需要寒冷激活，但改造后的米色脂肪细胞不需要冷刺激，就能自顾自地猛烧热量，吞噬营养，正好弥补了这个不足。换言之，他们创造出了不用冷天也能暴走吃货模式的脂肪细胞，专门跟癌细胞抢饭碗。培养皿试验大获成功后，科学家们进一步在活体小鼠上验证这一策略。他们将改造过的米色脂肪细胞植入患有肿瘤的小鼠体内，紧邻肿瘤的位置。结果令人振奋，在小鼠模型中，无论乳癌、胰脏癌还是摄护腺癌，只要附近安插了这些恶鬼脂肪细胞，肿瘤细胞的增长都受到明显抑制，出现大面积死亡。更巧妙的是，研究团队深知不同癌症偏好的口粮有所不同，例如某些胰脏癌细胞在缺糖时会改吃另一种养分尿苷 uridine 为生，于是科学家预先调整了脂肪细胞的代谢路径，让这些改造细胞特别爱吃尿苷。如此一来，不管胰脏癌细胞怎么变换口味，最后它爱吃的养分都被脂肪细胞抢走，饥饿感下一样逃不过死亡命运。这种量身定制断粮的手法成功击败了狡猾的胰脏癌细胞。研究还发现，植入的小鼠改造脂肪细胞战斗力惊人，在一些易患癌的小鼠中，它们甚至可以预防肿瘤的发生。即使把脂肪细胞植得离肿瘤稍远一些，它们透过吸走血液中的营养，远距离也能饿死癌细胞，仿佛在敌营外设置了营养拦截网，让肿瘤无论如何都补给不足。如此优秀的成果让研究负责人相当乐观，他们认为这项技术未来不仅可以用来对付各种癌症，还有望应用在其他疾病上。比方说，可以设计脂肪细胞感知血糖浓度并释放胰岛素，成为糖尿病的细胞疗法，或者让脂肪细胞吸收过量的铁离子，用于治疗血色素沉着症，一种铁过量累积的疾病等等。看来，小小脂肪细胞一经改造，蕴藏着无穷潜力，俨然从不起眼的赘肉
变身为多面手的医疗利器。当然，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么神奇的方法真的能帮人类战胜癌症吗？必须强调，目前这项饿死癌细胞的脂肪细胞疗法还处于动物实验阶段，离真正应用在人类身上还有许多关卡要过。首先要确认的是安全性，把基因改造过的饥饿脂肪细胞植入人体会不会有副作用？这些细胞会不会不只吃肿瘤的养分，还和正常组织抢养分，导致病人体重骤减、虚弱不堪？毕竟在小鼠实验中，脂肪细胞植入远离肿瘤也有效果，代表它们可能会全身巡游扫荡营养。如果在人体引发类似极端的高代谢状态，反而可能伤身。有趣的是，由于这些细胞源自病人自体脂肪，就像自体抽脂再利用，免疫排斥问题或许不大，但也要观察它们在人体内能存活多久，会不会演变出意料之外的变化。另外，癌症种类繁多，每种肿瘤的代谢特性不尽相同，治疗时也需要针对不同口味的癌细胞调整脂肪细胞的改造策略，技术的复杂程度和成本也是一大挑战。基因编辑细胞疗法目前都相当昂贵，未来要普及，如何降低成本、简化流程很关键。虽然挑战重重，但这项研究给医学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从代谢层面打击癌症。以往我们总想直接杀死癌细胞，现在则考虑改变战场生态，引入一批己方细胞来抢夺资源，把癌细胞活活饿死。这种以退为进、四两拨千斤的策略，或许能和传统方法形成互补。想象未来的癌症治疗，也许医生会先从你腹部抽取一些脂肪细胞，经过实验室改造培养，然后注射回你的肿瘤处，接着配合一定剂量的药物或免疫治疗，多管齐下包围歼灭癌细胞。届时，治疗癌症的副作用可能比全面化疗来得小，因为饥饿脂肪细胞是精准打击癌细胞的后勤补给，不像化疗那样见人就杀。而且这种方法不挑癌细胞的基因突变，无论癌细胞如何变异，都逃不出吃东西这个基本需求。只要需求在，就能被釜底抽薪。从这角度看，饿死癌细胞反而是一种相对万用的战术，可以覆盖广泛的癌症类型。曾几何时，癌症二字几乎等同于绝症，人们闻之色变。尽管近代医学在癌症治疗上不断取得进步，许多早期癌症已可治愈或长期带瘤生存，但对于晚期转移性癌症，要实现根治依然困难重重。癌症之所以难以治愈，我们剖析了其深层原因，它像体内的叛徒，隐匿于我们自身。它能进化，能休眠，能转移，把人类所有的招数逐一见招拆招。然而，人类并没有放弃斗志，在外科手术、放化疗、标靶药物、免疫治疗等回合过招之后，现在我们又找到了脂肪细胞这张新王牌。或许多年后回首再看，会发现这真是一个奇妙的转折。我们曾嫌弃的肥肉，居然能救我们的命。当然，我们不能天真的以为这项新技术问世，癌症就从此成了小菜一碟。即使未来饥饿脂肪细胞疗法在人类身上成功，癌症可能仍会想出其他对策与我们周旋。正如棋逢对手般，癌细胞和科学家之间的博弈或将持续下去。不过，每一次新发现都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从曾经的独攻猛打，到如今巧施饥饿之计，我们对癌症的理解和对策在不断升级。未来也许还会有更奇特的疗法出现，例如纳米机器人精准送药、基因编辑清除致癌突变，甚至我们可能预防癌症于未然，让潜伏的癌细胞无法发展壮大。对你我一般人来说，这些前沿科技或许一时难以亲身受益，但有一点依然重要，预防胜于治疗。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已知的致癌因素，如吸烟、过量饮酒、过度暴晒、肥胖等，定期筛检早期发现，都能大大降低癌症带来的威胁。值得一提的是，适度的体脂其实对身体有保护作用，太瘦免疫力反而可能降低，但肥胖又会引发慢性发炎等问题，提高某些癌症的风险。所以身体的脂肪还是适量最好。未来有一天，如果不幸罹患癌症，你身上的那些赘肉或许正好可以派上大用场，经过改造后反戈一击，帮你饿死癌细胞。想想是不是很奇妙？从此再也不敢小看肚子上的肥肉了吧。
科学的进步总是充满出人意料的转折，谁能想到我们对抗癌症的新武器竟然会是自身的脂肪细胞呢？在人类与癌魔拉锯的这场漫长战役中，每一次创新都可能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一如当年青霉素让细菌失去了优势，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基因改造脂肪细胞让癌症不再那么可怕。当那天到来，我们或许能骄傲地说，人类终于学会了以毒攻毒、以饵制敌的智慧，把曾经的绝症之王踩在脚下。而在这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持续支持科学研究，照顾好自己的健康，静候更多奇迹的出现。谁知道呢？也许下一个对抗癌症的奇招妙计就在不远的将来等着我们去发现。让我们对未来保持希望，不放弃每一丝可能性。说不定我们身上平凡的赘肉真的会化身为拯救生命的英雄。